因受到台风影响，瑞腾市近来迎来了罕见的连续降雨。在此，我台提醒广大群众尽量减少外出，做好防护措施。近年来，兴起一种名为网络直播的社交活动。随着网红经济的兴起，并且业内还发动成立了所谓的网。随着网络订餐第三方平台的迅速壮大，网络食品安全也成为公众热议话题。直播领域的投融资，相对于其他行业的热度也在持续升高。下面插播一条重要消息：绿藤大学附近的一栋居民楼内发现一具尸体，死者名为陆小北，生前曾从事网络平台的主播工作。死者被人用钝器连续击打脑部，警方目前正悬赏缉拿凶手。如有相关线索，请与警方联系，号码是041163346339。不好意思，让宝宝们久等了。欢迎迷途的小妖、爱洗澡的香香进入房间。刚才好饿，叫了个外卖。对呀，吃的什么呀？就是蔬菜啊、水果啊，健康一点的呗。我现在都胖死了。我最近也有关注一个减肥节目哎，不知道宝宝们有没有关注呀？对，那个男教练特别的帅，身材特别的好，我每天都跟着他的节目一起练习。对呀，我自己在饮食方面也非常的注意呢。那你们呢？哇，谢谢宝宝们的小礼物，谢谢。谁啊？你订的外卖。凉粉蛋炒饭。等一等，干啥呀，大哥？直播呢，一会儿掉粉了啊！那个，李艳艳是住这儿吗？那个。香菊，先把这个做。办公室里怎么这么多箱子？别放了。香菊，今天上午从市局网络犯罪科新调来的同事，给人家接下风不？来接风，外头风这么大，接进来把我们都挂进去。10分钟以后让他到会议室。啊，好。
星君，那2个臭小子呢？啊？两个臭小子。哦，那边。那个呢？另外一个。昨天丁一醒了，还没回来。新局长好，我是唐优，唐三藏，唐优不周优，是今天上午刚从网络犯罪科调过来的。我早就听说绿藤这边全是大案，司法千奇百怪，杀人的、变态的，什么都有，所以我兴奋的一晚上在火车上没有睡着呢。啊？邢局长好，我是唐。好了，唐优是吧？你看，这次之所以把你调过来，是因为我们这个案子呀比较特殊。行，我们时间也不多，开始吧。好。啊，好了，来干活了。在这半个月以来，绿藤市连续有2名网络女主播在自己的家里被人杀害。第一个死者陆小北，绿藤市师范大学大3学生，同时兼职斗影直播平台的网络女主播。7月15日晚7点左右，凶手化妆成外卖员的样子，成功骗开了房门，趁被害人转身拿钱的时候，将氰化钾注射进被害人的体内。因为紧张，被害人没有立刻致死。凶手为了阻止被害人呼吸，用硬物将其砸死。后来经调查发现，所用的硬物是被害人常用的麦克风，同时这只麦克风不明相。第二个死者李艳艳，女，今年28岁。与第一个案子相同的是，李艳艳和陆小北都是斗影直播平台的网络女主播。7月25日晚，在平台订购外卖之后，再次被凶手以送外卖的名义骗开房门。与上次的慌张不同，这次凶手准备得很齐全，用预备的铁锤将被害人的头颅砸碎，在杀完人之后，故意将房门打开，便欲让其他人立刻发现尸体。我综合了从98年开始国内外的所有入室杀人的数据，从大数据上来看，这个凶手故意让尸体被发现，目的只有一个：挑衅。这个凶手类似于美国黄道12个和英国开膛手杰克，一般属于无感知障碍型人格，而最严重的就是，根据数据分析，当第2具尸体被发现之后，这个凶手继续作案的可能性为，也就是说，此时此刻，这个凶手一定会再次作案。小唐，这些数据和证据我们已经清楚了。那么，按照你们这个网络犯罪安全管理和监督人员的技术角度来说，对，根据你们这个能够总结出这个凶手有什么样的犯罪规律啊？在刑侦科提供的基础数据之上，我总结了2起被害人的社会关系和日常的行动规律。2个人除了都是斗影的网络女主播之外，并没有任何的不良记录。走访发现了2个人除了平常日常生活里叫外卖，也没有得罪什么人，基本排除了熟人犯罪的可能性。
但是我查询了两人的 IP 浏览记录之后，发现了一件事儿。在7月9日晚间，李艳艳和陆小北突然同时引导粉丝去主播桑楠楠的3号房间，却正好赶上桑楠楠在主播自己的不雅视频。桑楠楠因为在视频中诽谤自己的老板而被公司开除，同时被永久性的封号，从此再没有任何一家公司敢和他签约。桑楠楠在主播的行业里销声匿迹。所有人都说桑楠楠是为了博上位而不择手段，但据桑楠楠本人所说，当时他根本就不知道视频摄像头是开着的。因为谁上首页和粉丝赠送礼物多少的问题，桑楠楠曾和李艳艳、陆小北发生过激烈的冲突。也就是说，桑楠楠落到今天的这步田地，是被李艳艳和陆小北联合陷害的。那么桑楠楠对于两个人的报复也就合理了。桑楠楠，女，23岁，绿藤师范大学医学系学生。如果说是医学系学生的话，那么氰化钾的来源也就合理了。所以，我觉得凶手就应该是桑楠楠。星爵，可能您岁数有点大了，要不我再跟您说一遍。那倒不用。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啊，你看，既然你认为凶手是桑楠楠，那他最应该做的是，当他杀完人以后，第一件要干的事儿，就是先躲起来，或者跑掉，因为他任务已经完成了。现在最怕的就是被警察抓到。那他为什么还故意不把门锁上，让我们第一时间发现了尸体呢？据我们局里的心理幻想师说，凶手应该是一个25岁左右的男性。等会儿，邢局，您刚才说什么来着？25岁左右的男性。上一句。心理幻想师。心里话。对不起啊，邢局，我不是故意嘲笑的。就像一般我们这种搞技术的都是拿数据去说话的，这怎么现场有那些东西就能画出一个25岁的男性呢？这根本就不是画像了，这是算命。所以我觉得凶手就应该是桑楠楠。接下来呢？邢局，3号直播间有情况，把那个画面传到大屏上。来，你走开。有人吗？救命啊！救命啊！有人吗？救命啊！好，阿姐，你尽快。方木，
星局，切断直播间所有的对外直播，仅保留现在的监控信号。中华到，立刻通知平台管理员。是。你就是那个算命的？你好，我叫唐优，唐三藏的唐。不能再有人死了。点滴瓶的容量大概是500毫升左右，点滴的速度是每分钟0.125毫升，点滴瓶的高度是1.2米。实验室里常规的氰化钾溶液41%浓度，致死量大概是1毫升左右。也就是说，我们只有5分钟的时间赶到现场。喂，彭某，你刚让我查桑南家地址是？桑南南的家庭住址是？快，龙丹家园21号楼1单元7030。快，通知附近人马上赶到现场，只有5分钟时间。喂，小峰，快，通知所有人到龙丹家园。喂，龙丹家园有紧急情况。行去，离得最快也得15分钟。太尉，行了，我知道了。新买的耳机都快给我震坏了。在现在路是这样啊，如果咱们现在执行的话，大概还需要15分钟左右的。少废话，赶紧到哪边见？直接左转。哎，不是我，伟哥，你看这，服了，回头我写报告吧。能不能把信号接进去？你说什么呢？能不能和主播说上话？你谁啊？照他说的做。王默，错了，不是这里。如果是在7楼的话，现在是下午5点30分，阳光的位置不可能在那个角度，这里应该是1层的位置。瓶子里应该不是氰化钾，应该是生理盐水。凶手是想让被害人的血液一点一点流干，而且凶手伪造了一个和桑楠楠房间一模一样的直播间。凶手的目的是什么呢？太尉，把你现在眼睛能看到的全部告诉我。屋里没有搏斗过的痕迹，在这客厅中间有一个电脑桌，上面应该摆过笔记本，但是现在不见了。啊，左边有一个鱼缸，里面有鱼。对，右边墙上都是画，其中有一个是电影海报，应该是那个《傲慢与偏见》。啊，对。电脑桌上有一瓶洗发水。好了吗？桑楠楠，听得到我说话吗？你是谁？是你帮了我吗？我是警察，不要害怕。太好了，我在龙大家园。你不在那里。从现在开始，我需要你保持冷静，尽量平稳你的每次呼吸，减缓你的血流速度，给我们时间，让我们尽快找到你。你要怎么配合你？闭嘴！把门关上。大家不要呼吸。出缸的声音，钢厂。绿藤市只有一个巨源钢厂。太尉，
在菊园钢厂附近搜索一个破旧的烂尾楼，或者是家属楼，楼层大概是1楼左右，面向阳光，窗户朝南。昨天晚上应该有辆陌生车辆驶入这个小区。听见了，一定要赶上。用不着你说。桑楠楠，我现在需要你用最简单、最快速的方式告诉我昨天晚上都发生了什么。昨天晚上我叫了外卖。最近发生了很多事，所以我留了个心眼儿。但是我刚打开门，他就一把把我按在了地上。我只记得他说了一句话，其余的我什么都不记得了。我会让你带着这种味道去死。味道？什么味道？他身上很臭。凶手在说这句话的时候，他是勒着你同时说的吗？我不记得了。他在勒住你的时候，后脑有什么感觉？我真的不记得了，谁会记得那么清楚啊？你必须要想起来。后脑有没有感觉发热？没有，我只是觉得很疼。凶手男，年龄25岁左右，身高175到180公分，身材偏瘦，戴眼镜，长头发，脸上有伤，与3个被害人在生活中有过交集，并且与桑楠楠发生过激烈的情感冲突。另外，这个人学过医，是个学生。好，刑局，掐指一算，这种事我也会。走。在3起案件中，则第1起、后2起都是先采用背后勒杀的方式，借助隐迷将被害人迷倒，说明凶手在身体机能上并没有一瞬间就能控制住被害人的把握。体型偏瘦，在他动手勒杀桑楠楠的过程中，凶手说话几乎和动作同时发出，说明在双手勒住桑楠楠的脖子同时，凶手的身高恰好应该是高出桑楠楠1个头左右。一般的木质电脑桌高度是0.8米，以这个为参考，桑楠楠的身高大概在1.65米左右，所以凶手的身高就是在1.75米到1.8米之间。桑楠楠后脑最大的面积接触的应该正是凶手的面部，是什么东西在凶手的面部，并且能让被害人产生不适应感？只有一个，眼睛。在3起案件之中，第1个陆小北死于氰化钾中毒，但是凶手在注射的时候因为紧张产生了失误，为了防止被害人呼救，用顺手的麦克风将被害人砸死。凶手在这起案件中获得了启发。第2次，李艳艳依然死于氰化钾中毒，氰化钾被控制得非常严格，而凶手却可以2次轻而易举地使用氰化钾来杀人，说明凶手应该是和医学相关专业的学生，而且这次他事先预备好了铁锤，但是只砸了1下就因为恐惧而受伤，说明凶手不会从施虐中获得快感，他是一个有组织性犯罪人格的罪犯，他的目的不在于桑楠楠的肉体，而在于心理上的复仇，所以他最近一定是与桑楠楠等人发生过激烈冲突的人，而且第3次案件中，凶手放弃暴力谋杀，而采用直播的方式。为什么用直播的方式？桑楠楠，在7月9日当晚的直播中，你有没有曝光过一个绝对不能告诉别人的隐私？没有。你今年多大？23。桑楠楠，谎言和欺骗改变不了任何事情。如果你还想好好活着，
就跟我说实话。是水香，我曾经说过她被强奸过，其他的没有了，再也没有了，再也没有了。强奸，凶手是女的，凶手男，不可能，不可能！对不起的报警，人口湖里发现一尸体，通过携带学生证可以证明，死者名为沈香，绿藤师范大学学生。既然是报复犯罪，凶手这次知道桑楠楠一定会把自己的身份说出来，但是他没有封住桑楠楠的嘴巴，这说明这次犯罪之后，很可能他会选择自杀。这不正说明沈香就是凶手？他畏罪自杀了。但是，不对，味道，沐浴液，有一瓶洗发水，强奸，他被强奸过，这中间到底有什么联系？威哥啊，这楼也太多了，怎么找？下面播放一条好消息，经过拆迁指挥部的研究决定，我们将本小区的拆迁费提高到原来的3倍。请大家5分钟之内来到小广场来集合，我们来登个记，大家一定要抓紧，过时我们就不后了。哎呦我去！威哥，你说能有人来吗？不知道。哎呀！不是，只要大家的门牌号和姓名，现在排好队，来，大家别着急啊，一个都来不了，别着急啊，一件件来。姜子麻是吧？下一个，啊！星宇，下午5点半发现的尸体，周围没有发现任何可疑人员，在尸体旁边发现了这个。真的是他。我又看了一圈，现在只有361-201这隐户没来，与他们说的一样。不是这儿，接着走。啊！喂，谭伟，啊，
这是案发现场找到的。啊，我知道了。那个，你带人接着找，我马上过去，好吧？黄木，喂，邢大，怎么着？今天晚上回不回来吃饭啊？我问你，沈江是你同学吧？是啊，隔壁系的，不过不是很熟。他有没有哥哥或男朋友？有，叫罗家海。沈香的头发整整齐齐地叠在耳边，而且身上还有沐浴液的味道，胳膊上还有搓澡时留下的红印。这一切说明他是一个患有洁癖的人。但是不合理的是，一个患有洁癖的人身上怎么会有油渍呢？况且又是在人口密集流动的公园里发现的尸体。一个患有洁癖的人绝对不允许自己这样离开人世。这3件事情只能说明一件事情，那就是他不是在畏罪自杀，而是想要替人顶罪。到底要替谁顶罪呢？一个25岁身材瘦小，可以随便用氰化钾杀害那些女孩的人；一个性格内向，但是却想用铁锤砸向那些曾经伤害自己挚爱的人；一个可以完完全全伪装成桑楠楠房间一模一样的人，而且对沐浴液还有单独的情感抵触。就是你吧，沈香的男朋友罗家海。年龄25岁左右，身高175到180公分，身材偏瘦，戴眼镜，长头发，脸上有伤。阿闪，是。队里的宿舍都是2个人一套，乱是乱了点。那个他估计去厕所了，我来介绍一下吧。年龄30岁左右，身高178上下，脾气暴躁，性格倔强，行动派，但是办事武断。还有邋遢。这就是心理画像吗？不吃凶手面，却吃凶手事，挺神的。任何行为都是受心理支配的。作案人在现场留下的是物质痕迹，但是可以反映出心理痕迹。通过对心理痕迹的分析，可以判断出嫌疑人的大致特征。首先，喜欢收集消费完的快消品包装，如果是功能性饮料，我们说他是求上进，年龄在20岁出头。可啤酒瓶，我看就是单纯颓废，刚刚步入中年，年龄在30岁左右。下手快，力道足，脾气暴躁。尸体最高不过2米，算上抬手距离就是1.78米左右。喜欢白水煮面，还没有煮熟就捞起来吃，武断，但还是吃了个底朝天，倔强。看来我这位舍友是咱们队里1等1的老糙爷们啊。芷香，老师，我女儿生病了，我得先回趟家，
哦，那您就赶紧回去吧，一会儿我自己回去就行。哎，你也早点回去啊。老师再见。再见。你的身体从此就留下了我的东西，这辈子都会带着我的味道挥之不去。你的身体从此就留下了我的东西，这辈子都会带着我的味道挥之不去。所以，这就是味道和沐浴液之间的联系，是吗？那凶手到底是为什么说出这句话的？他为什么要说出这么一句话？我怎么知道他为什么要说出这么一句话？你告诉我，他为什么要说出这么一句话？为什么选择沈香啊？这句话像是诅咒一样，钻到沈香的身体里面。从那天开始，沈香开始拼命的洗澡，逃避所有人，他生怕别人闻到他身上什么怪味儿。有一次，他在浴室里面待了6个小时，可是怎么洗都没用，他还是觉得他身上有一股腥臭的怪味儿。就算是别人打了个喷嚏，他也会觉得别人闻到他身上的怪味儿了。这个怪味就跟鬼一样，在他身边如影随形，直到有一天，好香啊！真的很香吗？真的很香。
相信这都是命运的安排，哪怕到今天我都没后悔过。从那天开始，沈香终于变得跟正常人一样了，不再强迫自己去洗澡，也可以跟同学们正常交流。我们开始想象我们的未来。我以为这件事不会再有第三个人知道了。如果能一直这么下去就好了。如果能一直这么下去就好了。宋楠楠，他真是个婊子！他是沈香的初中同学。罗家海，有一个演员在那里排舞，唤醒我的心灵，让它充满美梦。你最近有看《傲慢与偏见》吗？没有。你在看什么书啊？我帮你看看手相吧。你的爱情线有点短。我要陪我女朋友。有什么了不起的？破烂。你的身体从此就留下了我的东西，这辈子都会带着我的味道，挥之不去。我今天碰上一老同学，就特爱洗澡的那个。我总算想起来是怎么回事了。对进公司老板啥暗示我？意思就是只要我跟他上床，他就让我。别看！别看！别看！沈香，开门。开门！你身上是香的，求你了，别洗了！别洗了！别干我！你身上是香的，沈香。方警官，你知道我现在特别后悔。我后悔为什么还要让沈香受到第二次伤害。别看！别看！我后悔为什么一开始没让他们三个乖乖闭嘴。后悔我为什么没一开始把桑楠的头砸碎。我跟沈香都约好了，杀掉桑楠楠以后我们就自杀。
没想到沈香还是承受不了，先走了。桑楠楠，她不是愿意说吗？破烂，她不是愿意曝光别人的隐私吗？就老爱洗澡那个。那我就让她说，我让她一直说，我让她说到死为止。王木，让他说出受害者的位置。罗家海，你错了。那天晚上，桑楠楠根本就不知道自己的摄像头还开着，她也不知道自己那段私密的通话会被传播出去。不知道。那我真的不知道结果就会让人致死。我不知道我用一个麦克风就能把别人生命结束了。我说的这些不知道，我是不是就没有罪了？我是不是就不用死了？罗家海，你只是看到了你想看到的。你觉得当桑楠楠说出这些话之后，你们的秘密就会彻底暴露在阳光底下？你觉得整个城市再也没有你们的容身之所？罗家海，你看到的是自己想看到的。你总是以为所有人都知道了这个秘密，但是你想一想，与桑楠楠的暴露视频比起来，那些观众根本就不会在意桑楠楠口中那个爱洗澡并且被强奸的女孩到底是谁。那些都是你想象出来的阴影，那些都是你自己脑海的深渊，他们成了你心中挥之不去的梦魇。这种梦魇逼迫你一次一次的去杀人，你犯的是完完全全的心理罪。没有人知道。等等！方警官，你说的可能都对，说有什么用啊？你根本不了解我跟沈阳这10年来经历什么样的痛苦，你根本不了解我跟那些10年是怎么过的。我千辛万苦把沈阳从地狱边缘拉回来的时候，他一把把我们推回去了。身体上的伤口可以愈合，心理上的阴影永远也驱散不了。我知道。像你这种温水长大的花儿，你知道个屁！
哎，兄弟，我问一下，昨儿有没有一辆不是这小区的车进来？没有。你怎么那么确定？我们小区安保特别严，不是本小区的车根本不让进。谢谢啊。伟哥啊，刚才又搂了一圈，确实就只有那一户。不对，不是这儿，换地儿找，快啊！不行，我要冷静，我要赢。别过来！你别过来！罗家海，我了解你，但是你根本不了解我。我现在比任何人都能理解你此刻的心情。你为了沈香做出这一切，但是这真的是沈香想要看到的吗？你真的了解沈香吗？这是沈香画的吗？这是沈香临走时候留下的唯一的遗物。他早就知道你在为了他开始杀人，他没有办法劝你，他也不敢劝你。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在你杀完人之后，把所有的罪行都揽到自己的身上。真的是他？他早就走出了自己的深渊，真正陷在深渊里的是你。沈香，开门！开门！别洗了！开门！开门！我总算想起来是怎么回事。别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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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香绝不希望看到的，就是现在这样的你。他想看到的，是那个曾经许给他未来的罗家海。是那个在明媚的下午把他拯救出来的罗家海，而不是一个双手沾满鲜血的杀人犯。沈香舍弃自己的生命，就是为了想看到你能够平平安安的活下去。你不是想要杀掉所有伤害过沈香的人吗？但是现在，给他带来最大的伤害的人却是你。罗家海，至少桑楠楠是无辜的，至少为了沈香。现在回头还来得及。桑奶奶在钢厂附近的枣园小区外，一辆红色的货车里，车牌号腾 C33612，竟然在车里。大美，红色大货车腾 C33612。方警官，你说的对，这不是沈香的心理罪。
是我的。我害怕那样的生活，我害怕看见沈香疯狂洗澡的样子。当桑奶奶说出这个秘密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全都完了。我总觉得学校里有人对我们指指点点，实际上都没人在意。方警官，你说我这种心理罪能治好吗？方警官，你说的对。10年前强奸沈香的真凶还在逍遥法外，留下我们这些受害者互相伤害。这个世界真他妈美好。我向你保证。我向你保证，不管他在哪，我一定会找到他，并且以强奸罪的名义把他关进监狱去。可惜了，我看不到了。好香啊！真的很香吗？真的很香。真的很香吗？真的很香。他自杀了，没救出来。好，我知道了。